此时幽州王府，小福宝正在看戏。幽州王大发雷霆，他发现被偷家了，他暗中藏起来的钱全没了。找，快去给本王找！本王不相信那么多箱子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小福宝和小世子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晃悠着小腿儿。哇，弟弟，我父王好像疯了。疯的还不轻呢。幽州王发了一顿脾气，就对上了两个小不点儿的目光。他眯了眯眼，觉得自从老六的儿子来了，把他的世子都带坏了。世子现在都变得顽皮了，而且这俩小豆丁眼里全是幸灾乐祸。幽州王一言难尽地看着傻儿子，他成了穷光蛋，他傻儿子还在那儿笑呢。你们两个别在这里待着了，出去玩去。我的书房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？小福宝热闹已经看够了，也不和他一般见识。那么大一笔钱确实是够心痛的。哇，弟弟，咱们还去哪里玩啊？小福宝见小世子每日都这么玩耍也不行，于是看向幽州王。次子也不小了，王爷应该给他启蒙啦。幽州王看着小福宝，本来想发火来着，但是对上他那严肃的小脸儿，又把火气咽了下去。哎呀，王府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启蒙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小不点儿，赶紧走吧。他还要找钱呢，哪有时间和这些小屁孩胡闹？小福宝见幽州王不上心的样子，心里有了个决定。小福宝牵着小世子离开了书房。幽州王还不知道他以后有多后悔今日忽视了小福宝的建议。太子在幽州的时间也不短了，皇上下旨让太子和唐之陵一家回京。唐之陵也没有意见，他现在不想继续待着了，于是一家人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回长安。沈飞忙完了，终于有时间给唐之义和唐国公做试验了。他在实验室里把唐国公、唐之锦和唐之义的样本做了实验。会有唐之锦的样本，也是那时候沈飞怀疑自己是唐家孩子，从他那里拔下来的头发。沈飞把三人的样本互相比较，还真发现了奇怪之处。结果是唐国公和唐之锦是亲父子，两人的 DNA 相似度是 99%， 但是唐之义和两人也有关系，他们的 DNA 也有相似之处，但不是亲生的。唐国公难道是唐之义的大伯或叔叔？还是有血缘关系啊？沈飞出了空间之后就去找唐之陵了。唐之陵，我有个大发现。哦，唐之陵，唐国公不是唐之义的亲爹。我猜到了。那你知不知道唐国公是唐之义的叔叔或是大伯？这不可能，老国公只有2个儿子，除了庶子唐志忠之外，还有个嫡子唐志宗，但是唐志宗还没有成亲，人就意外去世了，因此国公府的爵位才传到了唐志忠的身上。我的结果不会错，我说过的，只要样本没错，我的结果保真。虽然唐志忠不是唐之义的亲爹，但却是唐之锦的亲爹。我怀疑死去的唐国公不是真的唐志忠，这人没准儿是老国公的私生子。沈飞分析的头头是道，福尔摩菲又上线了。唐之陵还在消化唐之锦的事，唐之锦和唐之轩等唐家人是相似的。过去唐家4兄弟只有他和其他3个兄弟长得不像。小福宝刚回来就听到了沈飞的分析，他的心里非常自豪，他的娘亲真是太聪明了。他伸出小脑袋趴着门缝看着里面的情况。要是唐国公是假的，那按照唐之锦的年龄算起来，这人隐藏的时间还真挺久的呢，有16年了。既然这个唐国公是假的，那他就不是隐藏16年。我觉得先皇没准儿都被他算计了，包括你的出生，你的年纪算，得20多年了。唐之陵的脸色臭臭的，他非常不想承认，但沈飞分析的也合情合理。唐之陵坐在椅子上生闷气，沈飞没有在意唐之陵低落的情绪，他现在对假的唐国公也是十分好奇，小嘴儿继续巴巴的分析。唐之陵，你说假的唐国公是不是和唐家有仇？唐之义和唐之轩没有孩子，是不是他安排的？还有，感觉他和皇家的仇也不小，就是不知道是啥原因。沈飞摸着下巴，眼珠子乱转，开始分析原因。他把在后世看到的狗血电视剧都联想起来，想到了好几个可能性。谁料这时候发现了同样臭脸的小福宝。仔仔，你来了怎么不进来？
小福宝眨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沈飞。娘亲，仔仔，咱们明天就启程回长安了，你高兴吗？小福宝其实没什么感觉的，他只要在娘亲身边就好，至于在哪里生活，他是无所谓的。小福宝的小手搂着沈飞的脖子，小脸和沈飞贴贴，非常依恋的样子。沈飞感觉到了小福宝的亲近，也笑眯了眼。他的大儿子就是和他亲。这时候，武丹轻轻地敲起房门：“侯爷，监牢那边传来了消息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侯爷，听说是鲜卑的俘虏拓跋玉要见你。”“哦，那我还真要去看看他了。”“哎，我也一起去。”“你这孩子啊，喊一声爹能怎么样啊？这小嘴像是个葫芦一样。”唐之灵看着小福宝肉乎乎的小脸，点了一下小福宝的小额头。小福宝扭头不耐烦的道：“快走！”“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这就走。我可能回来的晚，你带着2个孩子早点休息。”“到时候你可得告诉我，拓跋玉找你什么事儿。”“他到达监牢看到拓跋玉的时候还吓了一跳，主要是拓跋玉变化有些大，短短几天已经不是曾经风神俊朗的少年郎了。拓跋玉也中了神经毒素，而且没有喝沈飞调制的药水，所以人看着病得不轻。他也是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。”“你终于来了，找我何事？”“哼，唐之琳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？”“你在说什么呢？该不会是脑子坏掉了吧？”“傻了？你不提我都忘了，你还装过傻子呢。”“哼，那又如何？还不是把你们耍得团团转。有话快说吧，我可没有闲工夫和你闲扯。”拓跋玉恼怒地看着唐之灵，他心里非常恨。唐国公已经死了，拓跋玉是知道的，他还亲眼看过唐国公的尸体。他知道他的父亲和他的梦想全都断送了。如今造反不成功，他也想过后果，可是他还是不甘心。凭什么大禹朝的皇帝没有处罚唐之灵？明明他们是利用唐之灵的名义造反的，为什么皇上就放过了他？他可不相信皇上会那么善良，竟然真的不介意他弟弟造他的反。你还真是好命。或许吧。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受过的苦楚，现在这人倒是来羡慕他了。唐之灵站起身，已经不想继续和拓跋玉谈下去了。他已经看出来了，拓跋玉这人也是没啥事儿，就是不甘心罢了。或许还想看看他还有没有兄弟情。你能不能？不能。你是唐国公的亲子，怎么能逃脱呢？我是没好下场，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？你身上有着鲜卑的血统，我不相信大禹朝的皇帝能容得下你。哈哈哈，到时候你的下场或许比我还惨。唐之灵的神色一凛，他曾经就担心过，那时候他的心里也是不安定的。这时候太子走了进来：“孤可以保证，皇叔回京安全无忧，父皇也不会为难皇叔。”拓跋玉看着大禹朝年轻的太子，这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，可是拥有的却那么多。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了，那他就是中原大地上的太子了。拓跋玉看着太子的眼神羡慕得不得了。太子已经知道皇上的打算，他也不介意提前透露给拓跋玉。父皇已经承认皇叔的身份，正式册封皇叔亲王的身份。唐之灵眼中闪现异色，皇上会这么大方？不过身份升上去也是好事，至少沈妃想要的王妃吉服是有着落了。小福宝听了却是满意的点点头，算那货识相。这怎么可能？皇上疯了吗？太子和唐之灵都没有继续搭理拓跋玉的意思。小福宝目光悠悠地看着拓跋玉，这个狗崽子也不能留了，真是讨厌的很。小福宝离开前给了吝啬一个眼神，吝啬了然地点了点头。翌日，沈妃等人收拾妥当，就坐着马车开始返京。这次返回京城也是有军队护送的，因为不仅是有太子的名头在，还是因为他们带着朝廷的要犯，所以护送队伍不得不重视。沈妃此时坐在宽敞的马车里，这是队伍中最豪华的马车，就是太子的车价都比不上。因为沈妃要带着2个孩子，2个小妞妞饿了就要喂奶，所以沈妃的马车也是宽敞得很。唐之灵现在的骑术非常好，所以直接骑马出发。小福宝则是跟着太子一辆马车。沈妃原本是不同意的，想要带着3个孩子一起的，可是小福宝小人不大，现在已经开始注重男女有别了。
沈飞拗不过小福宝，于是只能放任他自己行动了。不过太子对小福宝也是非常关心的，沈飞也就放手了。幽州王和王妃看到车队缓缓离开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他们都觉得有太子在王府，他们拘束得很。太子在王府中，幽州王的脾气都不敢轻易发作，更不敢光明正大的找银子，就怕被太子发现。毕竟这钱不能让朝廷知道。现在好不容易把人送走了，幽州王就忙碌起来。幽州王妃也不管幽州王的事，她觉得浑身轻松。哎，嬷嬷，是不是觉得王府的空气都新鲜了？是呢，王妃。这人走了，去找找我曾经喜欢的戏班子，看看他们还在不在。要是人没死，就请到府中唱几出戏。王妃放心，老奴已经打听了，刘班主还在，就是小凤仙人都没事。好好好，请过来。王妃光顾着看戏，完全没注意到今日的王府比从前清静了不少。驿站内，沈飞和唐之灵看到叽叽喳喳的小世子，也是无语得很。福宝弟弟，这驿站太小了。小福宝看到小世子的时候很无奈，但又有些气愤。这么久了，幽州王府竟然还没发现世子丢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爹娘太不靠谱了。而小世子会这么顺利逃出来，也是因为他藏得好。这小家伙藏在了太子的车厢里，他一个小孩子藏在衣服的笼筐里，还真不容易被发现。装衣服的箱子都是竹条编织的，也有缝隙。小家伙原本藏在里面，想要出了城之后就出来的，谁料到迷迷糊糊的在香笼里睡着了。等醒来之后，车队都已经过了赵郡。小福宝看着小世子吃饭的时候，把米饭弄得哪里都是，无奈地伸出小胖手给小世子擦了一下嘴角。米饭来之不易，你以后吃饭要注意一些。福宝弟弟，我第一次自己吃饭，嘿嘿，真有意思。哎，得了，不能对这孩子要求太高啊。以后啊，你要练习自己吃饭。福宝弟弟，我要像你一样干净。沈飞和唐之灵两人还是第一次见小福宝这么有耐心地照顾小孩。沈飞擦了擦眼角，他怎么感觉他的崽崽一下子长大了这么多，还更懂事了？可是沈飞不希望这样，他希望他的崽崽有个快乐的童年，不需要那么懂事。崽崽一定是在皇宫里生活的不好，否则不会小小年纪就想着要照顾其他人的情绪。看来皇上对他的崽崽不太好啊，那以后就不给他提供房子了。哼，皇上完全不知道自己受了无妄之灾。这时候武丹禀报道：侯爷，押送犯人那边传来消息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拓跋玉死了。唐之灵的面色一僵。怎么会？他伤的也不是很重啊，怎么就无缘无故的死了呢？属下不知，早上的时候人还好好的。到底是谁动的手呢？小福宝的嘴角露出笑容。有的人出生就是错误，那就不应该存在。太子见完信都郡的郡守之后，也听到了拓跋玉死了的消息。太子有些震惊，又有些恼怒，是谁动的手，必须要找出来。这次带回京城的犯人还真不能无缘无故的死在路上，这样唐国公造反的案子可就难说了。毕竟早期唐国公的形象太过正面，有些地方的人不见到证据，还当是他们皇家只手遮天呢。查，看看暗中是不是有一股势力在搞破坏。不必了，那狗崽子是我找人弄死的。太子看着努力往椅子上爬的小福宝，抽了抽嘴角。您还真是依然这么任性。拓跋玉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留着没什么用，还是让他下去陪他老爹吧。只要不是有贼人混进队伍中就行。太子不在意拓跋玉的生死，毕竟比起拓跋玉，跟着唐国公造反的几个老部下更重要。那不能够，现在队伍中的人黑甲军都有严密监视，没有贼人敢造次。是啊，福宝弟弟是谁呀？跟在他身边满满的安全感。令策，你再派一队人马前往草原，把拓跋燕兰那女人给杀了。我不想看那女人多活一天。记住，悄悄地进行。小福宝会这么吩咐，也是不想唐之灵知道。他知道没娘的孩子对母亲的执着，
如果拓跋燕兰来求唐之灵放过他，那小子应该会心软吧，应该不像是面对拓跋玉的死那么淡然。那时候皇上或许对他也有看法了，那么就让自己为他扫清障碍。夜晚，幽州王妃终于发现不对劲儿了。哎，嬷嬷，世子今日是不是过于安静了？王妃，世子还小呢，就算和您发脾气，时间也不会久的。可是那小子今日过于安静了，从前生气听到外面唱戏也是会来凑热闹的。原来是小福宝要走了，小世子舍不得，哭闹着不让小福宝走。王妃被吵得不行，就让人强制把小世子带下去了，想等他自己平复心情之后就好了。走，咱们亲自看看世子消气了没有。是，王妃。见过王妃娘娘。嘘，世子呢？在房间里呢。哦，一直都在。世子吩咐过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邓淑云眉头皱在一起，她心中有不好的感觉，直接推开门之后快步地走了进去，然后就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哪还有世子的踪迹。大胆，你这小妮子竟敢撒谎，快说世子去了哪里？奴婢也不知道。快去派人找，全府上下的找。邓淑云心中急切，现在不是惩罚下人的时候，最主要的是找到他的儿子。要是没有了世子，那他以后的日子怎么办？后宅的女人哪个不是需要儿子防身的？邓淑云相信，如果不是因为世子，幽州王逃跑的时候或许不会跑回来带他走。毕竟王爷最喜欢的侧妃在关键的时候说舍弃就舍弃了。邓淑云自从回到府中之后，就没有听到过侧妃柳氏的消息。找，一定要找到世子，否则会丢了你们的命。王妃，小世子可能在府中玩耍呢，老奴这就派人寻找。说完就让府中的人开始行动起来。小世子丢了，那可不是一件小事，王府中可算是全员行动。一身疲惫的幽州王楚静怀刚走进王府，就发现了府中的异样。去查查府中发生了何事。是王爷。很快楚静怀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他的儿子丢了。楚静怀怒气冲冲地来到主院，一脚就踹开了房门。世子怎么丢的？王爷，静儿不见了。说，何时发现不见的？邓淑云自知理亏，因为她白日只顾得上看戏了。晚上发现不见的。楚静怀原本心情就不好，他的钱丢得悄无声息的，他都觉得是见鬼了。谁料回府之后，好好的大儿子也丢了，简直是怒气冲天。邓氏，我看你这个王妃是不想当了。王爷，一定要找到景儿啊，她那么小，在外面可怎么活呀？去，把府中的下人全都叫来。是王爷。很快，经过一轮的审问之后，楚静怀得出了结论，他儿子是太子的车驾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出门的。楚静怀想到他儿子整日口中都是福宝弟弟福宝弟弟的，他觉得小世子很可能是藏在车队里了。邓威，你尽快派一队人马去追太子的车驾，看看世子是否在车队。王爷放心，属下一定把世子找到。翌日清晨，众人都收拾妥当之后，又开始上路了。回去的路上总是高兴的，就是沈妃都开始期待起来。毕竟她来到大禹朝这2年，可都是在长安城生活的，和别的地方比起来，那里算是熟悉的地方。更何况她的产业还在那儿呢。今日唐之灵也不骑马了，他不是武将，骑一整天马也是大腿磨得生疼。于是他今日就歪在马车里逗弄2个小妞妞。唐之灵原本更喜欢小妞妞花花的，可是他发现花花特别高冷，无论你怎么逗她，她都不爱笑，也不给你反馈。倒是老大小叶子，那小嘴儿就不闲着，更喜欢和你唠嗑，虽然口中一直都是婴儿语，啊啊个不停，你要是稍微逗他一下，他就会笑出来。沈妃，我觉得小叶子的性格和你很像啊，长大多半是个话唠。这多好啊！小叶子长得像你，性格像我，完美。小叶子，你说是不是呀？顿时车厢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花花斜睨了一眼小叶子，继续闭目养神。没错，这小妞妞没有睡觉，但她不喜欢别人总烦她，
只要有人来逗他，他就闭起眼睛，装作睡着了。花花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像谁，鬼精鬼精的。当然也像我啊，智商高，将来妥妥的学霸。啊，学霸？就是学习好的人。我闺女儿将来没准儿也能考个状元啥的呢。你也就想想吧，咱们大禹朝啊，可是没有女子考状元的。唐之灵说到这里还有些遗憾，他自己就吃亏在没有学问上了。沈飞，回京以后是不是得给小福宝启蒙了？可不能让他和我一样当个睁眼瞎呀。小福宝刚被武丹放到车架外面，就听到了唐之灵的感慨。他抽了抽嘴角，这家伙看不起谁呢？从前谁是状元都是要看老子心情的，这大禹朝所有的状元文章老子都看过。小福宝拉开车帘子走了进去，他看到唐之灵歪在车厢里，也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像娘亲天生就聪明，不用学也会。哎呦，你小子还来劲了。他一把把小福宝搂在怀里，今天一定要收拾他一下。这小子好像自从出生就没把他这个老爹放在眼里。唐之灵大手死死地困住了小福宝的小身子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小福宝挣扎片刻，发现出不来，索性也不挣扎了，小身子往后一靠，窝在唐之灵的怀里。你也才20岁，年纪也不大，我看跟着小孩一起启蒙也不错。我的事还要你一个小屁孩操心？小福宝翻了个白眼，榆木脑袋，冥顽不灵。罢了罢了，就这么傻着也不错。沈飞也不介意唐之灵是草包，因为他对古代的四书五经也不熟悉，他擅长的不在这方面。按照大禹朝的标准，他也是草包。唐之灵，你不用担心，以后再给你找几个学识聪明的人，让他们跟着你，你借用他们的知识就好了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你刚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了。小福宝看着盲目乐观的两人，也笑了出来。